咱俩的综艺节目首秀，在大桥上，大家看到咱们俩有独立做一档节目的能力，控场，然后输出的东西又有内容，很深刻，同时又不失幽默。明年我们就去拿综艺最佳 CP 搭档。这就有点。看哪儿？咱们以后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形式，就是陪看，去观察任何节目。对，以后有电视剧咱也可以做这个。咱俩开个自媒体号。来，这就有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月。咱们今天咱接到的第一个活儿，咱们要看的这个太吓人了。熟龄恋爱真人秀，很新奇啊，感觉都离自己挺遥远。你应该是有过经验，录过，但是都录的是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之前看20多岁的时候，你还是能想象到的，毕竟咱也经历有过那个年龄段。是，总有种在看偶像剧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咱们这个要看的是50多岁的，看现实主义，看现实主义的题材，看爸妈那种感觉。我不太敢去观察谈恋爱，因为男人又比较了解男人。所以说你看到那些之后，你说虽然咱们在观察点中，但咱们要比他们还甜，比他们还甜。这话你真是说得出口吗？在开始之前，咱准备了很多陪看神器。我眼有变大吗？这么不明显，没有变大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赶紧咱看看咱们熟龄的哥姐们哥哥姐谈恋爱。姐们，来吧。好，开机。哎呦，好帅呀！我要看镜头还是看你？又见沧桑洱海。他们说这些人是50多岁的人，你给我倒回去。哇，不可能。哇，都好年轻呀。是。刘宇刚，日暮时分说爱你。我是像一个少年一样的。这看起来只有30多。比我小呀。像初入职场的人，眼睛里还有那种刚毕业时候的那种青涩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但是我想象中他们的给人的年龄感会更大一些，主要对是现在看起来太年轻了。真的，你看着他们，你当时我还纠结，你来之前是不是也纠结？说话的时候应该喊姐姐呀，还是咋样？我没纠结，我想的就是姐姐。我叫罗飞，我是英国人，纪录片导演，是在大学做高管教育这一块。这个突然不敢说话了，看到这个态度。我是刘梅，今年刚刚退休，过往是一个从普通的工人到设计管理，到销售管理侧，到高级管理的这个岗位。上海申报的话，我是工作了整整18年。哇，申报哎！我其实退休金是1万块钱。看别人练字都是介绍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，对，他们我是从哪退休的。永远不说我要优雅的老去 ，no，我要年轻的活着。做一个永远的孩子多好，因为有的人活到25岁就死了，只是75岁才埋葬吧。这才是金句。对，就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要费劲的去理解才行，因为那是你人生阅历没就是对，可能有点距离感。那就直接上去吻他一下呗。哦呦，先下手为强嘛。这么直接吗，大哥？刚哥太刚了，刚哥。直球。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菜，一定要说这个。I think I like you。哇，真的好有魅力。好有魅力。肯定不能拉低我的生活水平啊，那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。好直接呀，太好了。我觉得我挺帅的呀。哇，这个大哥也太自信了，大哥。不太会喜欢过于自恋的男性。刚刚那大哥 pass 了，灭灯了。没事，他们可以走对抗路的那种。他们都有一种淡淡的文艺气质，对，为什么？优雅感，感觉他们平时吃沙拉，把自己的日子照顾得很好的那种感觉，还是很向往爱情的，不像我们年轻人。他们才是真正的年轻人，现在完全感受不到咱们这个节目，叫日落时分说爱你，一点都不日落，大中午的就说爱你。现在都叫老鼠人嘛，又老又熟。因为有的人活到25岁就死了，只是75岁才埋葬罢了。那你理想退休生活是什么样？我现在不工作，
每天过的就是我的退休生活，就早晨起来喝茶，看看书，然后去公园逛逛，下午打台球，然后晚上就回家看电视剧。我实在想不出来老了还能比这个再休闲到哪儿去，你知道吧？那我还想象不出来我退休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。我不工作的时候也得自己琢磨拍点啥呀，或者干点啥呀。你不想虚度光阴，不允许自己无用。对。接着看片子。哇，大理哎。哇，这是他们说的，胡歌老师、徐静蕾老师、海清老师，你们节目这不是有大咖吗？为啥就我俩？哎，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东西是引用的胡歌的话，引用的徐静蕾的话，结果是人家专门写的。哇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美好的爱情从爱情开始。哇，没想到胡歌老师写这些也喜欢用谐音歌。马琴姐姐说话不过脑子，是一个很直接、很纯粹的一个人。对，大家对她的感觉都是一样的。对，就是很轻松，很轻松的感觉，会感觉像个小太阳一样。小太阳的那种。嗯，对男性的一些要求。哇，你看第一个都是白装，哇，已经有哥哥被淘汰了。主要是到了他们这个年纪，装不装一眼就看出来。对，哎，你猜那个霸道自信的哥哥有的邀约吗？肯定有啊。他们都不喜欢自信霸道吗？哎呀，一开始都会被迷惑一下子的。耶！哇，很大的183。你看，魅力、活力、勇气、细心加一块没有183重要。自始少年，这个哥哥。拒绝华妃，拒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种比较霸道的那种，擦泪都往上面擦的那种。宜修是怎么样的？哦，好呀，姐姐说的这么对。最吸引我的就是183，他也发现了，因为我以前交往的男朋友也好，我前夫也好，都是183啊。嗨 ，King 哥，我是猛禽，你愿意和我见面吗？这么直接吗？就看了个183。人总是会重复爱上一种人，反复踏进同一条河。对。哇，好会穿搭呀，哥哥。我像个孩子。哇，中年导演，他是我的工作伙伴，也是哇，还有前夫写的，也是我的前夫。不是前妻写的，前夫。你在看什么？前夫给前夫写的。离婚之后还能写推荐信，还能保持一个好的联系，其实挺难。主要是你跟前任就是关系那么好的话，让人第一反应就是你们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呢？那如果你们跟他做的那么好了还分开，那咱俩又得好多久呢？对呀，你心里会有很多问题，我觉得。对，我不可能像前任一样跟你一样那么好了吧？就感觉。但感觉飞哥的故事，我感觉后边慢慢可能就会铺陈开来了。是。肯定后边会聊。飒。又时尚又有活力。你们开始邀约了吗？对，999，你都看完了吗？我们来的比你早一点点，谈吐又很得体高雅。比较吸引我的是，一个好像是有2个儿子，第二个183，还有运动。配色果然是很吸引人。来吧。哇，我的昵称是王老师，呼叫 Ken 哥。哇。好大方呀！确实，你第一下有什么好你好，王老师，反正都不认识。对，你愿意跟我见面吗？愿意啊，愿意啊。最后一个出场，第一个主动出击，挺让人羡慕的。我都不敢想，我50多岁的时候来上这档节目，别人会怎么写我？我的小姑沈月，小姑不爱动，不爱出门。大家救一救她吧，大家帮一帮她吧。哎，咱们之前不也准备了这个卡吗？你写了2张啊？我这张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。
如果男嘉宾看到我这个，就哐哐立马就老沈，我是志胜，你愿意和我见面吗？真的。是未来最幸运的人。碰上沈烨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小姐，这是你看到了亚洲最美的面孔。更幸运的是，你的生命中多了一个温暖的太阳。其实推荐很多余，因为我伟大不是多余。这个是我的真心话。是未来最幸运的人，你何德何能？你推荐是推荐，为什么要挑衅人家？我激起他的好胜心。你不知道男人这种生物很奇怪的。我感觉对面已经朝我呸了一口。我何德何能？我为什么无法拥有呢？我看你无任何不良嗜好。是一款可以爱上但无法拥有的爱豆型男友，你具体可以解释解释。你的各方面的优点都很值得被爱，但是鉴于你有女朋友，所以已经无法拥有了。爱豆型是因为你不会塌房，在这一块都不敢出口。我写的很全面。也没有过分的吹捧你，就是如实的写了一下，很如实，但已经很优秀了，已经很优秀了。你这玩意儿就只有全面呀！我的简历就是这样，我是要找工作的吧？哎，你应该补上擅长 Excel Word。我看我能被录取。对，谈恋爱没什么帮助。你猜这个出去之后，我猜4个男嘉宾，至少有3个会给你发。我觉得我的这个更有吸引力。而且我还隐藏了你的恋情，交代没交代完全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快，这开始约会了，不用破冰嘛？没有破冰款，没有破冰，没有破冰了。也很帅，他俩一看就是都是颜控。对，看，就那朵花快掉了。哎呀，俩人隔空互动上了，刚哥的小幽默恰到好处的。一来说我这有花，我觉得挺美的。拍了一些视频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好可爱呀，摄高哥，影视频嘛，因为学的是那种审美的专业。哎，你发现刚哥小的时候就是体育生嘛，他干什么我都觉得他手在裤兜里。不，你看他的右手他不摆，他感觉又一直在兜里插着。他肩好宽哦，就是有种这样的感觉。你们是啊，要勾脸啊你！你往这边吧，我在这边吧。哎呀，还细心刚哥，好圈粉呀。哦，飞哥，他是我的工作伙伴，也是我的前夫。这也看着很搭呀，这个 Amazing， 外形上看着很搭，对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啊。你是说风景不错，还是都很不错啊。你是哪里人呢？你心里的人吧？哎呀！不是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连呼唤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句话怎么回答呢？但我心里有人了。当我心里有人。是我那天刷到一个谢娜姐和谁的一个土味情话，这是手背，这是脚背，我是你的长辈。太好笑了！在这个节目里说我是你的长辈，还蛮地狱的。啊，有味道，应该是可以吃的。有毒那就没关系吧，你换一个人。哇，大家好直接呀！所以你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呢？再问一下，你是哪里人的？我都说过我是你心里的人。我知道。不要说那么多遍了。哇，再说就变成真的了。但我感觉姐姐是那种鼓起勇气开朗一把，对，然后自己回去自己说哇，我为什么要说那种话？我觉得他的性格比较甜，他真的是比较好奇。哎呦，这个目光都变得深情了。真的，我说外国人的眼神怎么总是这么深情？对，他因为他显得眼窝子深，就显得目光很深邃。你别老看我，老看我。哎，你发现就是大家紧张的时候，就视线都会看向远方。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好，也会有点紧张。没错。
工作室是在哪里？你酒量好吗？你养公猫吗？会给自己做一些。你妈妈最喜欢煮什么菜？哇，他找的话题都好好哦。对呀、就一个问题不问吗，春哥？跟我的期待有一点点小落差吧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春哥也就是幸亏碰到了情姐。对，这个时候要是来一个我是你心里的人，春哥就懵了。但是在他们身上能看到自己的一部分。看到的这个局促的小动作。对。就是你对他有很多好奇，但是他对你毫无好奇。当你要问很多问题，让那个聊天继续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聊天就可以结束了。比如你相亲，你会第一个问题问什么？我是有职业习惯的，我一般就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住的地方离这远吗？你怎么过来的？”哦，因为这是离他最近的事，因为有那种尴尬在，想打破尴尬的那种感觉，就你就好奇嘛。蛮有技巧的，就你通过他的交通工具来判断，是开车还是坐地铁？家是不是在市中心？骑共享单车？那我就知道他在方圆。就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相亲啊，那你坐什么过来的？哦，打车过来的。哎，你平常打快车、打专车呀？我拼车。好报销吗？哎，你什么工作？我脱口秀演员。你看过脱口秀吗？看过，老看。你比较喜欢谁呀？我喜欢袅袅。我给你打个专车，你把你送走好不好？不想相亲是吧？气死我了！那如果有个人真的这么跟我聊天的话，我会觉得我们非常同频。我觉得，哇塞，这也太有意思了。我会觉得很无聊。那你跟我还是不够同频，算了吧。我觉得这种挺好。坐到那边吧。装个绅士，来，等等。哎呦，太绅士了，这也。这装个绅士嘛。谢谢。没事没事。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装个绅士？因为他觉得这种行为稍微做作一点，他就会说我装个绅士。啊，这些男人的小心理我拿捏的。坐的稍微靠近一点就好了哦。那我近一点了啊。哇。那我近一点了啊。哇，好甜呀！他们有没有紫色元素？哦，你喜欢紫色。下次也准备一个紫色的。断句很微妙。你喜欢紫色？哦，你喜欢紫色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断句很微妙。姐姐看一下，到了刚哥这么大，能保持这个状态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太有少年感了。对。哇，谈恋爱经常会有那种画个画。画是吗？对。你画过吗？我没画过，但我们拍过那个路边的大头贴。啊。好可爱啊！很可爱。哎呦，刚哥好会呀！先走了哈。我扶你。成年人之间全是技巧。来扶我一把。语言的技巧，这种动作行为上都值得人学习。教科书般的谈恋爱，逐帧学习。对，逐帧学习。我说呀，你们怎么还有个画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结婚照。刚哥在说什么话？他说这是我们的结婚照。月子，咱俩不是最能说的。刚哥比咱们还猛。哇，史上最快结婚照。不，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。不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最后这个结婚照确实给我干没了。你要不坐我这儿来吧？没关系的。这就是你说的那种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相处，还是有一些需要破冰的存在的。其实就是看肢体语言的话，姐姐其实一直在看窗外。但其实这种聊天是不是应该对对方好奇多一点比较好？对，因为姐姐是一个需要被调动的类型嘛，所以说你多去了解她一下，他俩好像没找到共同点的话就很难。对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以前跑马拉松、铁人三项、斯巴达，你知道，撸铁、泰拳和柔术会一点，然后冲浪会一些。厉害了！最近在学潜水，攀岩也会一点。是吗？不要再说了，这个我给你个建议，不要再说了。
咱俩太直球了，咱俩是因为被带动了嘛。好的话，咱以前都会斟酌一下的。是的，没有第三个人帮的。呀，不知好浪漫啊！对，我觉得还是男生先开始把自己介绍好。我是住上海的英国人，叫罗飞，纪录片导演。哇，结婚啊，老结婚了。结婚了。方言是很好拉近距离的。对，轮到你了。大家就管叫 Ken 就好了。我爷爷叫 Ken。我爷爷，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脚背，你是你的长辈。笑出汗来了。咱俩旁边是得有点人，要不太放肆了。咱俩单独录节目。咱俩现在就是要在家里看节目。我想知道你来这儿，你睡过了吗？我觉得我来这儿是一种心跳的感觉，一直在有砰砰跳的感觉，就是以为自己恋爱了，其实是高原反应。哎呀，刚刚的小幽默真的是随口就来。你看我们，啊！哦，哇！天哪！你别再 Q 结婚照这件事情了，求你了，哥哥。你猜会不会 Q？ 我看啊，看，感觉会 Q 呢。要 Q 了可就宣誓主权了。机车就头盔。他们是没有的，我们是独一份。真的。哎呀，那小眼神。好，来介绍一下。啊，你们不用知道了。刚哥好霸道呀，你们不用知道了。推荐信上面是写的他霸道吗？劲霸道，没有人能比他更霸道。更霸道。我在离婚之后呢，确实交往的都是1米8几，然后帅帅的。我不是说你啊，我不是说你啊。哎呦，陈姐也太会了。你看，就是你饿了，把筷子都给拆开了。对。刚哥真的有一点很好，他始终注意力在其他嘉宾身上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他在路上一直就说饿死了，饿死了，什么时候吃饭呀？倩姐刚刚那个表情，好幸福的表情。Ken 他会比较主动的去照顾女生，你要不要？在4个男生里面显得谈恋爱方面的情商会比较高，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接触接触看。但晴姐这个怎么办呀？哎，你那个是椰子水吗？要不要来这儿也有呀？这里有啊。我帮你倒吧，我帮你倒。谢谢。你帮他倒吧，正好他也喝。对对对，我帮你们这边倒，你们要喝的。谢谢。晴姐还是挺主动的，想再接触一下刚哥的哈。谢谢。哎呦呵，别客气，你香港男朋友那酒水要给你倒呢。谢谢。那句话你自己琢磨吧，挺有意味的。你香港男朋友，燕姐也属于比较大条，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。我太八卦了，我真的太八卦了，我太适合当恋中的那个嘉宾了。你要一点吗？要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有点混乱啊，这顿饭的场面吃的。感觉晴姐那个还是非常非常主动的哈，仅仅是倒个水哈，我给你讲讲那个场面的局势。陈哥和刚哥都给燕姐倒水，燕姐选择了要矿泉水，就挺尴尬。这个时候谁看到了？晴姐，晴姐看到之后，陈哥也已经要倒水了。好，晴姐过去了啊，对吧？是。他不是说递一下，陈哥就很尴尬的给飞哥倒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鑫哥就属于那种理工男，他知道发生了很多。鑫哥说：“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倒水？”有点混乱啊，这就是刚刚那个东西，就是中间传递的这么多信息可多了。我跟你说，只是喝个水而已，不要过度解读了。我这个人，你知道我平常有多八卦了吗？完全没注意到。你听说我们那住的地方是有厨房是吗？可以做菜。法棍是法国的，法棍当然是法国的啊。哎，我也很爱吃法棍。
他们就是那种我们说的嘛，有咖啡，有面包，喝豆汁吗？那个豆汁儿，真的。我感觉猛禽应该是想跟他下一步约会，就是在暗流涌动。哎呀，这个复杂呀，我的个妈呀，看都看不懂了这。我觉得所有的占有欲哈，就是首先来说都是要看对方舒不舒服，尤其是在这种半公开的情况下，以及大家处于这种刚认识阶段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就会不允许，禁止侵犯我的主体性。愉快的晚餐到了尾声，各位女嘉宾将有机会邀约心仪的男嘉宾，一同前往日落小院。刚哥，我觉得你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刚哥，拿起来干什么？你都有画了。刚哥开始情感攻击了。我们走，等会儿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觉得燕姐应该还是会选刚哥。我来换一换会比较好玩。说实话，如果就是说你永远在重复，像无效社交一样啊。就如果初见面有好感的话，还是会想深入了解下去。对呀，这有什么可换的？对，如果换来换去，我觉得才像是无效社交呢。我先走啦。你猜梅姐会选谁？梅姐应该还是会选她吧。燕姐应该还会选刚的吧？哦 ，Hello， 又是你，又见到了，见到了，开心。猛禽，我不 care 他的意见啊，我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谁左右的人。坚持了。看高哥真的好可爱呀，好主动。哎，这里啊！他要选。Hello， 请坐。纯哥呢 ？OK。我是有点吓到的，是不是上错车了？对呀，希望和每一个人就是多去了解，多去沟通嘛。王老师，我觉得他是被结婚证给吓到了。我要是听到那句话，也会吓到。因为燕姐可能需要一些慢慢的过程，但是高哥这挺有意思，高哥没想过他会失败，那个反应太好笑，在这儿呢，不自信是男人最好的一面。他可能找别的人去了，没有这种是吧？三角恋啦，什么移情别恋啦，没到哥哥，刚认识怎么就扯到三角恋了？哥哥，嗨，你好，哎，谢谢，晴姐选到了他的 crush 了。我上午我呼过他，这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就是我很想近距离的看看他的眼袋效果怎么样。这是什么理由？晴姐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想好要换一下了，而且你能看得出来，他应该就是会选刚哥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但他俩在一块儿还真不确定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哈。其实我感觉应该会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哎，他俩还是原来的搭档。你整明白了短信的内容，让你4辆车选1辆车，你会选哪个车？哇，不自信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我给你看一下。简直不敢相信，居然会选我！你都明白游戏规则了还选我，这一点还是挺打动人的。那种很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啊。徐工身上有一种纯爱感，对，初恋的感觉，就是一瞬间被女神的光照亮的感觉。对，这时候要是雷姐说一句“哦，选错了”，那对于成年人来说，他不太会表现，其实说不定是一个加分项。对，真诚反而更打动人。现在男嘉宾里面，我最关注的就是刚哥和徐工，他俩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极度自信，一个极度不自信。到了，哎呀，到了，终于到了。我这个院子好好看啊，好不好看？哇，我这个是真的有点重的。没问题。哇，这个
还是挺厉害的呢。单手拎箱子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俩人都过于细心，显得有些客气了。在外面比较冷，我拍个照片，他们自己看吧，对吧？太周到了，想的太周到。这算什么？你别喘呀，刚哥的。哇，好漂亮！哎，雷姐怎么自己啊？对啊，徐工干啥去了？徐工，我帮你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的姗姗来迟。我先拍一下视频啊，你自己拉箱子行吗？嗯，可以。谢谢。徐工特别像我同学，我那恋爱经验为零的室友。对，你，哎，谢谢谢谢。本来刚哥还是推着的，一看到徐工来了，直接抬起来就走。你看见？哇，太给力了！我看他一个人坐车来的吧？没有啊，他还有自己的事。哇，真的好好笑，这个我移一下，这个有点碍事。眼里真有活，刚哥。刚哥平常不会在火车站干活吧？原来这就叫男友力呀！哎，他们分配完房间了。请每天日落时分完成心意卡片的匿名书写。放进漂流瓶，投入天台池水，并于第二天日出时分查收你的漂流瓶。过去，我的朋友。我看咱们已经把他们现场的那个漂流瓶，咱看一下拆开看一看。剑桥，英国吧，梅姐跟飞哥，公主，你的王子，这比较像刚哥那个语气。他俩肯定是双箭头，咱俩不会全弄错吧？不会不会。兔徐工还有人给徐工写，太烧脑了这个。飞哥肯定是梅姐呀。这个是跟他想的一样，梅姐。对了吧？对喽。梅姐真的很爱黄色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又猜对了。这个很难猜错。显咱多笨呢，这都猜错了。这么惊讶？哎，徐工，对了吧？而且他的纸条写的最可爱。我猜就是许工了。我觉得雷姐看到那个纸条还是会挺心动的。这种被坚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。但雷姐看看是不是双向奔赴？还真有。图徐工一起探索，你不是孤勇者。从第一天相处来看，可能是李李。哇，音乐突然温情了起来呢。因为后期老师也没想到他会有，觉得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。春哥，没有吗？春哥没有呀，咱也猜他没有呀。春哥觉得是后期发的，技术总有用尽的一天，但真诚不会有用尽的一天。啊。他有俩。其实拆开以后就是王老师写的，他写的非常直白嘛，双胞胎。你看这一点就很明显就知道是谁了嘛。第二张字很少，一看就知道是马晴。哎，情节写了这么多，我投给了徐工。哎，
觉得有可能是情侣。他俩肯定是双箭头。答案都不知道怎么改。我刚刚单纯的像个孩子，我以为我看懂了，我没有。啊？是雷鸟啊！我觉得他很热情啊，在我搬行李的时候主动，帮我搬，我都有点过意不去，因为行李很重嘛。我帮你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的个妈！哎呀，气得我头疼。心仪呀，真是猜不透啊！这玩意儿谁能猜透啊？这都没有根照的这东西，你就看 Ken 给谁了。对我们燕姐，我的在哪里？没有燕姐，燕姐没有。其实咱们准确率挺高的。哇哦！哦，晴姐说到2个，这是啊，这居然是纯哥写的，投给了猛禽，就很高兴认识他，因为猜对接触也对，就很高兴认识他。你的王子长得这 Ken， 我一看公主王子，我大致猜到会讲这样的话，肯定是 Ken。公主，你找到自己的王子了吗？咱们对的挺多的了。就晴姐、徐工那个是，你今天把我摁死、打死在这儿，我也猜不对。我还是适合看那些刚毕业的干啥。我想问你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你那个大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牙刷、毛巾都没有吗？这么大的大箱子，不止一个大箱子，有好多大箱子。好多大箱子吗？我的房间，我觉得我特别对不住王老师。王老师，我说不起来，太多了。生活习惯我们没有必要去改。我回头看看那2个姐姐，如果她们谁东西还可以的话，我就搬。这蛮好的。对，我就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常成熟的一种处理方式。又不强迫对方改变，然后又找到解决方法。你要么强迫对方改，你要么强迫自己委屈，其实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。对，你只有双方沟通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就是永远找办法，不找理由，不找借口。协商不好的话是特别伤感情的，因为关系好才一起住的，但你发现到最后都会因为关系不好而搬出去，就整得特别尴尬。一起住就是一个不断扣分。对，而且他俩还都选择了 King 哥，同一个 crush。哇，他俩的故事太 crush 了。你要捋还是织？女生请将头像。其实还是蛮希望能跟马晴吧。他怎么每一个都这么坚定？你会选择哪个组？我肯定在家里不出去，我太喜欢宅着了。那我总觉得跟刚认识的人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，就是有一点不自在。但是如果出去走一走的话，还舒服一点。帮我看一下哈。不行，这个水平有点差。他俩的相处方式感觉已经很熟悉了哈。OK， 好。拍照片埋没了你的才华。我看看你又给人家拍的有多丑。我相信了，你是专业导演。就是你看，晴姐是属于那种给情绪价值型的，一直在夸哈。然后梅姐其实就有点那种以挑剔的方式。对，那这种感觉是在很亲密的朋友之间会有的那种。就如果这是认识第2天的话，我是不敢这样的。我真的是发现这里边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智慧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主要学习到的是就是燕姐的那种不内耗，直球。对，然后去寻求解决办法，而不是说在这里纠结。她身上真的是有很强的那种大女主的那种魅力。晴姐主要就是那种高情商，对，会给人台阶下，会圆场，情绪价值那一块。梅姐的性格是属于那种特别能给人打成一片，你看她的穿搭嘛，就扎俩小辫，对，特别阳光。梅姐跟飞哥能不能一路就这么
他俩看起来是最合拍，最合拍的，一下子就找到了彼此，这个挺难得的。我跟你说，梅姐她跟飞哥的事儿啊，成了之后，她会掺和起所有人的事儿。朋友们，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，但你一定要过来看，拿着小本儿做着记录。人人都可以当观察员。日落时分说爱你，腾讯视频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哎，这里。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，每周4、周5看正片，周6看惊喜加更，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。每周日陪看正片，超多内容想不停。离开了我就知道这是美。公主，你找到自己的王子了吗？好肉麻，你愿意吗？居然愿意。我可以做你的朋友，我可以做你的朋友。薯片有吗？那个不是临期的，不能买。哎，完事你看你来买。哇，有点害怕。别怕。有时候他们跟你讲话就是这样的，你感觉就是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。你在套路我吗？故意理的这么清楚。所以你喜欢你的套路吗？喜欢。因为这条路上有你呀。对，越漂亮，越对，要吸引你，就跟男人一样的。我想说女人啊。OK， 走吧。OK。3、2、1。你不要这样，好看的，你不要这样。